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在今天的课堂上，老师将要和大家一起学习6级考试阅读的第一部分，也就是选词填空部分。如果你遇到了一组动词，应该怎么去分析？好，我们呢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呀，还是老样子，今天的课程呢将会通过几组动词辨析的例子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当你遇到2个动词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分析一下这2个动词到底区别在哪里。最后呢，我们会通过练习来帮助大家巩固一下做题的技巧应该怎么用，动词应该怎么去分析。好，首先呢，先来总的说一下，当大家遇到动词的时候，其实第一步呀，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它的词义。其实说到这里呀，很多同学就发现了，所谓的近义词辨析，第一步都要去梳理一下，它的词义到底有没有区别，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义词。有一些词它可能只是长得像，有一些词呢，它除了长得像，意思也差不多。那它的词义从哪几方面分析呢？我们在整个这个名词这一节课，也就是上一节课的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过了。你可以分析一下，它的用法，它的搭配，或者说你去看一看，这个词的范围广不广，那个词的范围窄不窄，对不对？范围的大小等等，很多种方法，这里呢就不跟大家重复了。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关于词义应该怎么去分析呢？请大家回到我们的关于名词那一节课堂上边去听一听一开始老师给大家讲的那几个方面，包括什么感情色彩啦，还有它的这个语体色彩之类的，大家呀都可以再去重温一下。这些方法都是需要你自己通过练习慢慢的掌握的，不是说老师的课是万能药，你听完就会了，这个呀不可能，一定要自己去多加练习。有问题呢，随时来找老师。好，不多说了，除了分析完词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既然它是动词，你要想一想这个动词可不可以加宾语，它的后边能不能有宾语，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跟它在一起的那个宾语一般是哪种类型的，什么样的词不能当它的宾语，你也需要知道，这个是动词的一点，你需要掌握。第三个呀，就是搭配，有一些动词呢会有一些固定的搭配，这个呢是慢慢积累的，都是需要自己去总结，自己去梳理的。具体怎么样去分析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词汇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今天的第一组练习词汇，体会和理解。乍一看这2个词长得就不一样嘛，所以它的意思应该是有区别的。但其实呀，它呢是有一些有的同学会有分不清的地方，因为这个体会呀，它其实就是你通过一种学习，或者你有一种亲身的经历而感受到的东西，这个叫体会。你可以说是学习体会，也有什么心得体会，对不对？都是你学习完之后，或者你经历完某一件事情之后，你才有的那样一些感触啊，你的一些理解，它也有理解的成分在里边。但是这个理解一定是建立在你的学习或者经历的基础之上的。第二个呢？第二个理解，简单直接明了，它就是你弄懂了一个问题，了解了这个问题来龙去脉，这个呀就叫你理解了。比如说有的同学刚开始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强调学习汉语的时候要把这个声调说得非常正确呢？后来呀就理解了，因为呀这个声调说的不一样，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是你有问题有疑问，后来呀你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你也就理解了这个问题。好，这是这2个词它的一个，我们说虽然说意思都有那种慢慢的去理解别人的意思，但是侧重点是不一样。
体会的侧重点，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是你通过学习或者是你的亲身经历之后而得到的。而理解呢，它只是强调对于某一个问题呀，你知道了答案，你就理解了。好，我们接下来呢，看一看它的搭配。体会经常呀，后边会加一个字，那就是到。我能体会到你的感情，或者说通过某一些事情，我能体会到这样的温暖、幸福和乐趣等等。经常后边啊少不了这个到，这就是它的一个搭配。体会到什么什么。如果呀你看到空了一个词，后边是个到，让你在体会和理解之间选，请你果断的去选择体会这个词。再来看理解呢，理解因为它就是针对问题而言的嘛，所以理解一般啊就是理解了某一个问题。接着呢，我们还是看几个例句，加深一下大家对这两个词的印象。我还没体会到它的乐趣。你说这个东西有趣儿，你说这个电视剧好看，我怎么看不出来呀？我还没体会到呢。这个呀，就是说，我还没有通过我的这个观看的经历来感受到它的乐趣到底在哪里。我们用的是体会，重点是后边还有一个到。再看第二个例句，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可能我觉得我说完了一句话，问大家，你们听懂了吗？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知道了吗？这是对你们有一个问题啊，你们到底能不能理解我话里边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呀，这个一般呢是用理解，因为是了解了某一个问题，也就是对于我说的话你有问题，那我问你这个问题你不知道的地方，现在知道了吗？那就是理解我的意思了吗？这个是理解的搭配。再看，第三个呀是交给你来做的题目了，老师给你读一下，请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分析呀，快速的做出来你的答案。有不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问老师？关键词是什么？有问题了吧？那你有问题，你不知道答案，其实你就是不理解这个问题嘛。如果你不理解、不知道它的答案的话，那你就去问老师。在这里也告诉各位同学，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我们课程上面的内容，或者说其他在学习汉语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欢迎随时在微信或者通过网站的那个邮箱跟我们一起问一问老师。当然微信是更方便的嘛，问一问老师，到底答案是什么？这个叫理解。再看第四个，还是一边读你一边想答案。等到自己做了母亲才怎么样？到了母亲的辛苦。都说女子为母则刚嘛，当母亲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母亲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呀。等自己做了母亲的时候，也就是说女儿长大了，自己也当了妈妈的时候，也有了这样的一份经历，当母亲的经历的时候，她才能真正的体会到建立在她的经历之上得出的理解。我们说是体会到母亲的辛苦。还有一个它的固定搭配，那就是到。那说到这里，关于体会和理解这一组近义词，大家掌握了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已经掌握了的话，已经理解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话，我们就要往下走了。今天的第二组3个词：考察、考虑、考验。之前通过名词的分析大家已经找到一个小窍门了。如果说都是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有一个字是一样的，那就要去找什么呢？找那个不一样的词，不一样的字儿，它到底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也就能得出来这个词的重点、侧重点是什么了。比如说考察，有一个词是察，有一个字是察，察那就是观察，对不对？
所以它更侧重于，我们说去看看这个项目能不能实行，领导去看看你们做的怎么样，这个呀都用考察。我去考察一个项目，领导去考察某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都是要通过去观察来得出结论的。我们说用考察。第二个呢，它是考虑，虑是什么？思虑、思考，你有担心、有忧虑，对不对？都可以。所以考虑啊，它更侧重的是，你有这些的问题，你要去想一想，或者说，这个事情有点复杂，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你要把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考虑，考虑问题，考虑方方面面的情况，这是第二个词。第三个词考验，有一个字是验，验就是检验的意思。比如说出一个难题，考验考验你，看看你能不能成功的通过这个难关，对不对？所以考验啊，它是对你能力的一种检验，我们用考验，或者说看一看你有没有勇气，检查一下，通过这个实验，或者是通过一个问题，看一看你是不是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人。那我们也用考验，主要呢是要去检验一下。所以它们三个词其实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去观察某些事情，那个叫考察；如果你是仔细去想，那个叫考虑；如果你是想通过一个方法去检验什么，那就叫考验了。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例句。第一个，上周领导去上海考察项目了。领导就是去上海看一看你们这个项目做得好不好呀，这个项目的可行性，行不行？所以这个叫考察。再看第二个句子，他考虑问题总是很全面。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啊有好几个方面，好几个角度，他这个人呢非常细致，每一方面都能想到，所以侧重点是想这个问题，想得非常全面，对不对？我们用第二个词考虑。再来看第三个例句，这是对你能力的考验，给了你一项任务，看你完成的好不好，来评价你有没有能力来接受这样一份工作，这个叫考验。看完了例句，是不是对这三个词的理解呢就更深了？那我们下面呀就接着做几道练习题，考验考验大家，检查检查你是不是真的掌握了。第一个，这个问题你需要仔细怎么清楚？有问题了，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想，对不对？那你要去想，你应该选择哪个词呢？我们在这里应该选择的是考虑。答对了吗？好，接着再来看下一道题目。能不能通过考试是对你的，是要观察你，还是看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把这些知识都学到呢？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呢？公布了啊！我们的正确答案是考验，是要去检查你，对不对？通过考试来检查一下大家这些汉语知识你都掌握了没有，所以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考验。再看第三道题目，这个项目还需要进行实地，给你一个空让你去填。看到了一个关键词是项目，光说不行，我还得去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到底行不行，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考察，非常好。所以再来回顾一下，有观察的意味，我们用考察；如果是想去检验，我们用考验；如果是去想问题，那我们就用考虑。好，接着再来看今天的第三组，还是三个词：预料、预计、预测。这三个词啊，虽然都是还没有发生，对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一个估计或者说猜测，但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预料，它是呢预估一个事情发生的结果。比如说你可能觉着他今天可能会来，今天下午下班之前会到，
结果呢，它真的在下班之前到了，那你就是说，哎，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对不对？和你预料的是一样的，你想到了，它也是这样的结果。我们说这是预料，预料之中的结果，这样的一些固定搭配啊，大家呢一定要熟悉起来。第二个是预计，计，大家组个词，计划、计算，对不对？所以它是对一个数量的估算，或者说比如说你制定一个计划，我预计下周能够完成所有的这些复习，然后我下个月就可以去参加考试了，对不对？这样的是有一个计划的成分在里边，我们说也用预计。第三个预测，预测侧重点呢是测呀，在这里是更强调你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虽然预计和预测都有计算的成分在里边，但如果你是大致的估计，那我们用的是预计。如果你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数学，或者说一些公式，或者说一些实验，你实际精确的计算出来的一个结果，那叫预测。比如说预测台风什么时候登陆，这些呀都是非常专业的，通过专业知识计算出来某个时间点，那其实是预测，就不能说很少就会说这个估算的成分了。好，看完了它们的意思，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哪些搭配。第一个预料，在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说动词嘛，你要看一看它能不能加宾语，它加的宾语是什么？预料如果放在英语里边，它就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也就是说它后边是没有宾语的，不可以加宾语。一般怎么用呢？刚刚说过的表达，不出预料，或者说出乎预料。出乎预料就是你没有想到，但是人家发生了，这个是出乎预料。还有预料的，你可以加一个白勺的，后边加一个名词，这是我所预料的结果，就正好是你想到的那个结果，对吧？第二个预计呢，比如说差不多明天可能能来20个人吧，那我就说预计20人左右。或者说我可能明天能到，但是具体能不能呢？我只是有这个计划，具体情况呀还得明天再说，那就是预计明天到。这个项目可能下周就能完了，那就是预计下周结束。我计划下周结束，也有可能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不能结束呢，那就是其他的情况了。所以这一些就是估算的计划类的，我们用预计。再看预测，预测台风，对不对？预测天气，什么时候降温，什么时候下雨，预测天气。或者说有一些金融学家对市场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计算，什么时候股票涨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抛，对不对？这个叫市场预测。好，看完了它们的固定搭配，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句，做几个练习。第一个，比赛的结果出乎人们的预料，这个结果就是人们没有想到的结果。这句话真的是对今年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括呀。比赛的结果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买什么赔什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与。再看第二个句子，代表团预计明天上午到北京。在这里的预计是一种计划，代表团计划明天到，所以我们说它是预计明天上午到。第三个，你们预测的很准确。在这里有一个准确，说的是你们可能是经过计算的，也可能是通过这个数学进行估算之类的，但是结果怎样，强调的是准确，所以我们用预测，因为预测强调的就是精确的计算。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道练习题。现在对台风的什么已经很准确了？刚刚说嘛，告诉你台风什么时候来，台风是几级，这些都是比较精确的，出入不会太大，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用的是哪一个词呢？应该用的是
预测。接着再来看第2道练习，不出怎么样？他几天后又来了。他刚走，我就说，你们看吧，过几天呀，他肯定还会回来的。这个是我提前估计的一种情况。那实际呢，他真的又回来了，所以和你预料的是一样的，是对一个结果的预估。所以我们在这里同样也是一个固定搭配，应该是不出预料。最后一个，今年的国民经济比去年增加7%。这一道题目大家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个7%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精确，但其实呀，你应该说的是预计。其实你是对它的一个估计，对吧？它是一个估算，所以呀，这道题目有一点难度。我们说市场预测是通过计算的非常精确了，但说到国民经济增加多少，这其实是一个大致的估算，但是更为细致的应该说的，比如说7点多少呀，多少，这个呢就是更加精确了，7%还不够那么精确，所以这里用预计，它是一个估算值。看完了这一组，我们接着再来看下一组。词越来越多了，不要着急，教你慢慢来看。发挥、发掘、发行、发扬，这4个词呀，其实经常会在真题当中看到，但是它们的意思其实差别挺大的。我们来梳理一下。发挥呢，其实是要发挥，说到固定搭配，就是看到了你的能力，你要让你的能力呀都展现出来，这个叫发挥能力。发掘呢，重点是这个掘是什么意思呀？去挖掘，你要把它挖出来，发掘一些文物这个是字面上的意思，但引申的意义呢，就是说发掘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你要把那些深埋在下边的那些东西，你要给它挖出来，有这样的意思呢，我们就说发掘。发行呢，发行其实用在一些，比如说周刊呐，或者说书籍呀、杂志、书报等等这样的一些出版物，你是需要去发行的。发扬，它其实是要扬出去嘛，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去继承，那其实是要发展，要去提倡，发扬一种精神等等这样的搭配。看完了这4个词的意思，我们通过几个例句再来看一看它们的具体用法。今天水平发挥得很好，说的是你的这个水平，你的能力展现出来了，这个叫发挥。考古专家发掘出了很多文物，宝贝都在地底下埋着呢，考古专家当然是把它们挖出来了，所以我们用发掘。掘的偏旁是什么？手字旁嘛，所以它的字面意思肯定是跟手的一些动作有关的，挖当然是要用手去挖了。第3个，这是新发行的书刊，书报、杂志等等这些刊物都是要发行，让它来让更多的人去看到的，这个叫发行。第4个，我们应该发扬优良传统，好的东西你要去提倡，这样我们就要用发扬这个词。接下来呢，还是通过练习检验一下吧。面试的时候应该充分怎样自己的优势？想一想，你在面试的时候是不是希望让别人看到你的优点，把你的好的一方面展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我们用的是发挥，发挥优势，固定搭配，也请大家记一下。再看下一道题目，邮局怎样了一套纪念邮票？邮局它是发行，非常好，也就是让这些邮票流通到市场上面去了。这些刊物或者说发行的或者说一些东西，像邮票之类的纪念币，这些都是发行。原来是公家的，然后呢
把它推广到市场上边去了，或者说一些刊物原来呀它只是还没有让我们还不能买到它，只有发行了出版了你才可以买得到，所以在这里应该是用发行。最后一个练习不是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我们要怎样艰苦朴素的精神？先告诉我艰苦朴素的精神是不是好的？如果它是好的，是不是应该提倡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更多的人去拥有这样的一个艰苦朴素的精神呢？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发扬，非常好。好，看完了我们所有的刚刚的这一些词汇呀，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了练习部分了。练习部分呢也是和动词有关。其实这一些练习说是和动词有关，其实它涉及到的肯定不仅仅有动词，对吧？所以你还需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去解决这样的练习题。这个呢就是我们阅读的第二部分，选词填空的题目了。在做选词填空的题目时候呢，强调一下应该要用的是排除法。看一看选项，看一看它们的词义，如果正好有那么一个意思只能放在这一个空上边，那你就直接去选它。如果还有一些疑问呢，你可以看一看前后文，说不定有相似或相反的表达，或者呢说可以给你一些提示，帮助你快速的做一个选择。具体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就跟着老师呢先看一道题目，看一看老师是怎么做这道题的，你是怎么做的。好，一边读一边来想，高中生与初中生相比，在做出判断和决定前，能更多的考察、考虑、考验、思考各种事实和可能性。第二个，预料、预计、预见、预测各种可能的后果。决定一旦做出，也能更怎样的见诸行动。先看第一个空，其实是我们刚刚说过的一组词，考察、考虑、考验，对不对？有观察吗？一般是说项目说考察，所以不是去考察。是考虑吗？对，是要去想嘛，所以考虑打个勾。考验呢？是要去检查检验吗？也不是，所以 C 排除掉。思考也是去想，近义词可以放在这里，所以通过第一空，我们觉得考虑和思考是可以留下来的，所以请大家排除掉 A 和 C。 当你能够真正的去排除掉这两个选项 A、C 之后在那个考试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再回去看了，只要是你确定的把它排除掉了，那肯定正确答案不在 A 和 C 里边，剩下两个空你2选1就可以了。然后再看第二个，怎样是排除 A、C 剩了 B 和 D， 是预计还是预测？预计是估算有一种计划的成分，或者说有计划。预测呢？预测台风，对吧？这样一个固定搭配提醒你，预测呀是非常精确的。这里能非常精确吗？它不可以特别精确地告诉你行动的后果是什么，你不能够通过计算来算出来，所以其实是你的一个预计。到第二个空，我们已经把 D 选项排除掉了，那拿最后一个选项来检验一下。最后一个我们排除掉，剩下的答案是什么呢？是 B 选项，给的词是迅速。决定一旦做出，也能更迅速的见诸行动，也就是我做了决定，我就非常快速的去行动起来，去践行我这个决定了，把它付诸实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迅速是没有问题的。你也不能去明显的，你可以说明显的去见诸行动吗？这是错误的，不是说明显，也不能说充分。充分是比如说的表达很充分，理由很充分，也就是说够了，对不对？所以也是不对的。它其实就是强调速度快，所以我们说选择 B 选项没有问题。再来回顾一下老师怎么做的，通过第一空排除了 A、C， 剩下的就是2选1。
第二空呢，分析了一下词义、预计啊，还有这个预测。预测呢更强调的是精确，对吧？所以呢不是预测，就得到了我们的正确答案 B 选项。最后拿迅速去检验一下，没有问题，所以果断的选择了正确答案 B 选项。好，接着再拿第二道题目，大家来试一试这些方法。天津剪纸可谓历史悠久，怎样于清朝光绪末年？后来在不断汲取和什么样中，中国传统剪纸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到今天。天津剪纸的艺术风格、制作方法怎样有独到之处？它什么了年画、瓷器、木雕等图案的设计，注意外形刻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道题目是真题，你如果在做题目的时候发现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大家一定要把它拆开来看一看。我看到了第一空，我就赶紧去看一看选项，看什么样的词能放在这里，我争取呀通过2个空，或者说通过那些有标志性的空，就能把它的答案做出来。因为要把它全部读完真的很浪费时间，所以强调一个快字，当然快一定要建立在准确的前提之上。我们看第一空，说的是天津的剪纸，说它历史长，对不对？什么时候呢？清朝光绪末年啊，那可能是那个时候有的。我们来看一看，新建说的是建筑嘛，得有东西，房屋你才能新建起来，所以排除掉 A。 成立呢？成立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成立，对不对？也不能用在剪纸上边，所以 A、B 已经都排除掉了。起源和兴起，在这里一个是说什么时候有的，一个是说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这好像都可以。所以我们通过第一空呢，先排除掉 A、B， 剩下我们的 C、D 2个选项。那我们再看第2个空，后在不断汲取和什么中，什么中国传统等等等等，所以呢，它是汲取了一些好的东西，又怎样了一些好的东西呢？剩 C、D 了，对不对？ C 发行， D 发扬，请你告诉我，通过我们刚刚的分析，你应该选择发行还是发扬？发行说的是邮票啊、纪念币、货币，还有一些刊物等等，对吧？他肯定不能去发行这个剪纸吧，不是让它去到市场上流通的吧，所以是发扬。发扬中国传统剪纸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到今天。传统工艺好不好？好，所以你要让它发展，对不对？你要让别人去继承它，让别人去知道它，所以我们应该选发扬。到这里通过看了2个空，已经把这个正确答案做出来了，那就是 D 选项。剩下还有2个空，如果你有时间拿回去检验一下，如果没有时间呢，稍微看一看也可以直接去跳过去了。因为前边2个空你非常确定答案就是它的话，没有必要再去浪费时间。当然这个是考场上边给大家的建议，平时做题还是要细致一点，全部看完都来分析一下。我们接着看天津剪纸的艺术风格、制作方法均有独到之处，也就是说每一个都有，所以是均有，它其实就是都有的意思，没有问题。它借鉴，借鉴什么意思呀？把人家好的东西拿过来了，这叫借鉴。借鉴了年画、瓷器、木雕等图案的设计，这些图案设计很漂亮，那我可不可以用剪纸的这种形式表达出来呢？借鉴一下就给它剪出来嘛，没有问题。注意外形刻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段话就完了。到这里还是2个空确定答案，2个空检查答案，没有问题就可以过了。其他的词如果大家想自己去知道一下、分析一下的话，也可以查查字典，通过我们之前介绍的方法自己来做一个近义词的辨析，会理解得更深刻。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喜鹊自古以来
深受人们喜鹊是自古以来深受人们喜爱的鸟类，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第一句话到这里就是告诉你，我要告诉你的这段话说的就是喜鹊，它呀说的是好运，是好运和福气的象征，所以这是一个吉祥物啊。喜鹊登梅是中国画中非常常见的作品、主题、题材还是材料？首先，喜鹊登梅，各种画，你能说它是一个作品吗？作品是已经摆在那里成型的，它只是一个元素，对不对？会用在各种的中国画当中，所以 A 排除。主题呢？这幅画的主题是喜鹊登梅，多考虑考虑，可不可能是主题？题材，我可能选择它作为我的题材，要表达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啊。最后一个呢是材料，什么学习会议材料啊，学习的材料，这个都是你可以直接看到的，拿来用的，帮助你的，所以也不能是材料。我们用这个其实第一个空就可以判断出来，至少作品和材料都是不可以用的，然后出现在这些不同的形式当中。此外呢，在中国民间的，我们看一看故事和传说，好像都可以，是不是？每年的七夕，人间所有的喜鹊会飞上天河，怎样起一座鹊桥？这一个空呢是和桥有关的，那你来想一想，和桥有关的又是一个动词，你应该是怎么样桥呢？有的同学说了，我可以架桥，没问题，你能连桥吗？不行， B 排除。搭桥，搭建一座独木桥也可以，阻桥呢？不可以，所以架桥和搭桥这两个可以留作备用选项。刚刚说 A 它不能是作品，所以其实我们就说已经锁定在了 C 选项了，这是从一开始一直分析到这里得出来一个答案。但这道题，如果你对这个比较敏感的话，如果你觉得我非常熟悉的一个表达，看了这么多，浏览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什么桥我非常熟悉，那我就快速的用它作为突破口，排除掉 B、D 选项，也就是说我们的连桥和阻桥排除掉，剩下 A 架桥还有 C 搭桥。那在这里怎样只通过这一个空来做出正确答案呢？再来看一看前后文的意思。喜鹊飞上天河，怎么起？是架起还是搭起呢？然后让分离的牛郎织女相会。喜鹊架桥，架其实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如果说它的语义的话，就是建的这个桥规模比较大了，所以这个鹊桥一般是他们一个一个的搭起来的。想一想，喜鹊去那个搭它的窝，对不对？都是一点一点的去搭建起来的。所以其实在这里有一个固定的搭配，那就是喜鹊搭的是鹊桥，这里动词应该用搭。如果你很熟悉这个固定搭配的话，你呢一定也可以快速的通过这一个空，就直接把我们的正确答案 C 选项给做出来了。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因而在中华文化中，鹊桥常常成为男女情缘的象征。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在解释为什么它是福气和好运的象征，为什么它成为了男女情缘的象征，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所以因而是一种表达这种逻辑关系的词，放在这里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答案呢就是 C 选项。怎么样，大家做的还可以吗？今天呢，这些呢是关于动词的一些练习。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已经为大家梳理完名词和动词的一些如何去分析，还有关于它们的习题以及一些例子，教大家看一看应该怎样去分析这些词。在下一节课呢，就要去分析一下什么形容词，之后还有副词。
最后呢，还会给大家说一说那些关联词语。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到这里了。最后祝大家考试顺利，我们呢下节课再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学习。